警告：文明大逃杀正式开始，所有文明随机投放至盘古大陆，直至厮杀到最后一族才可延续。人类文明被分为17个城市分支，而你这个倒霉蛋却孤身一人成为人类文明第18分支，只因在大逃杀开始时，你正在玩弄刚觉醒的异空间能力，进进出出时恰巧躲过了第一波空间扫描。躲在异空间的你一脸懵逼地发现地球竟然无了，只见17个被肥皂泡包裹的城市向宇宙深处飞去。安全区，等等，带我也是人类。警告：发现遗落的文明分支，种族人类，正在添加人类文明第18分支，当前人口总量1人。不是吧？他喵的，把我一个人当做一个文明？什么破逼系统？好歹也给我配个妹子吧！坑爹啊！再次睁眼，你已经被传送至盘古大陆。恭喜你所在文明获得唯一里程碑，第9纪元第一开拓者。达成条件：所有文明中第一个离开安全区，安全区和盘古大陆的时间比例为1:100，获得唯一里程碑奖励。开拓者之眼，该能力将允许你读取大部分物品的信息，巨大的能量直接射进你的右眼，将你插到几近昏厥。片刻后，你满头大汗的从草丛中醒来，下意识的看了眼地面，一根无趣的杂草，一根无趣的杂草，一个无趣之人的右手，因为长年累月的传统手艺，好像有一点肌腱炎。有了这个能力，我是不是就能够活下来了？但下一秒，不远处的动静吓得你高高弹起，一只10几米长的巨蟒朝你迎面袭来，你赶紧躲进异空间中。盘古大陆的一条小蛇想要把你加工成便便，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失去目标的巨蟒疑惑的挠挠头离开，确认巨蟒离开后，你才解除异空间，从地上捡起一枚褐色的蛇鳞，一条蛇身上掉下来的鳞片，边缘还算锋利，好像是个不错的武器。你又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，把鳞片敲进树枝中，制作了一个简易斧头。很好，武器的问题已经解决，接下来还需要火源、食物以及庇护所。于是你开始探索这片丛林，顺路捡了一些树枝，又拔了几根能吃的野菜。此时不远处的亮光吸引了你的注意力，竟然是一辆腐朽到不成样子的面包车，表面更是被藤蔓包裹，车里还有上1纪元的生物尸骨。太好了，这下庇护所的问题也解决了。你3两下砍断藤蔓，将尸骨埋葬，刚坐进面包车里，恭喜你所在文明获得唯一里程碑，第9纪元第一探索者。达成条件：第一个发现文明遗迹，获得唯一里程碑奖励。探索者之眼，允许你洞察文明遗迹以及可能存在的宝藏。巨大的能量精准地命中了你的左眼，因为今日遭受的折磨实在太多，你实在懒得挣扎，干脆利落地昏迷过去。再睁眼已经是黄昏，驱赶走正在吸血的蚊子。突然想起了刚刚获得的奖励，没想到第一天就完成了2大唯一里程碑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其他在安全区中的文明仅仅才过了10分钟，而这正是我弯道超车的好机会。但每次获得奖励都会被搞昏迷，实在是棘手。得亏这次是在面包车里，不然指不定就被野生动物捡了尸。对了，刚好试验一下新能力。顿时，一层5颜6色的光晕出现在视野当中，红色代表风险，绿色代表文明遗迹，金色代表着宝藏。让我感受到震惊的是，此时整个地面都绽放着绿色光晕，说明至少有个城市级别的文明遗迹在我的脚下。紧接着，你悲哀地想到，这个遗迹跟你有毛的关系？难不成让你用双手挖出一座城市吗？当务之急还是得解决食物问题。来不及心疼，你一斧头砸开了自己新买的华为3折叠，取出其中的内置电池，然后再次敲破电池生了火，再用捡到的铁皮充当容器熬了一锅草根汤。吃饱喝足后，我看着天上绿色的月亮，揉了揉眼，沉沉的睡去。再次睁眼已经是第2天早上，一巴掌扇死脸上吸血的蚊子。妈的，昨天发生的一切竟然不是梦，必须得出去寻找物资了。下定决心后，你拿起蛇鳞斧头，沿着山谷走去。由于在文明遗迹的上方，不多时你就捡到了一个易拉罐，表面的图像早已被砂石磨平，但可以充当水杯使用。还捡到了一根凌乱的刷子，可以当做牙刷使用。突然，一只头顶长角的豹子冲出，看见你后发出低沉的吼叫。你镇定的把双手张开，装作自己很威猛的样子，然后把刚捡到的易拉罐丢了过去。易拉罐的落地声成功把豹子给吓跑。你感觉你渐渐能适应这荒野的生活。刚探索没多远，你就发现一群昆虫，类似蜜蜂的昆虫，每只都有人头大小，最大的一只足有1米之高，吓得你赶紧离开。沿路捡了不少野果，虽然没什么味道，但至少能缓解腹中饥饿。忽然眼前一大片金光和红光交错闪烁，一颗足足100米高的巨型花朵在你眼前出现，带有超凡力量的食人花，其红色超能果实富含人体成长所必需的营养物质。可惜身手平庸的你远远不是它的对手，一旦靠近，下一秒就会沦为其脚下的尸骨。看着食人花那足球大小的果实，你一个劲的吞咽口水，有点像是葡萄和芒果混合的味道，太香了。恰逢一只飞鸟被果子的香味所诱惑，一根紫红色的藤蔓像闪电般窜出，抓住飞鸟拉进嘴里吞下。看见此景的你不禁打了个冷战，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此地，一路探索到峡谷的最深处。一大片倒塌的房子闪烁绿色以及金色的光芒，意味着此地埋藏着大量宝藏。发现城市废墟，仅仅是随手挖了一下地面，直接挖出了一大把金砖，但你反手将它丢在地上，1斤的额外负重你实在承担不起。当务之急还是需要找到吃的，你已经1个上午没吃什么正经食物了。你二话不说就在这片断壁残垣中搜索起来，可惜哪怕是罐头和真空包装的食物，过了几百年也都腐烂了，更何况这片区域偶尔也有红光闪过，并不是没有危险。闲逛半天的你干脆挑了一栋最大最完整的房子，厚厚的钢筋混凝土曾让它从巨大灾难中幸免于难。你心想着说不定里面会有吃的，甚至还会有活着的智慧生物，到时候大家交流一下感情，诉说一下苦难，说不定还可以谈一场跨越种族的恋爱，想想就很美妙。至于会不会被本地土著吃掉，你也懒得去想。走到房子的门前，一扇厚重的机械门，就算不通电依然能够打开，密码是8872134。卧槽，这眼睛这么牛逼，密码都能知道。随着密码的输入，金属大门缓缓打开，一股腐朽的空气迎面而来，破败的柱梁，残旧的墙壁，这古老的氛围你还来不及感叹，一道黑影在门后渐渐显现，如闪电般
朝着你脑袋袭来。我操！文明大逃杀开始，无数种族降临盘古大陆，厮杀至最后一族才可延续文明。就在其他种族还在安全区内不知所措时，你已孤身一人探索盘古大陆，只因传送时系统出现 bug， 导致你被单独遗弃在外，没有安全区，更没有同类。而安全区和盘古大陆时间比例却是1比100，可能你的父母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就已经垂垂老矣。现在的你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好不容易开启一记大门，不曾想杀出一只篮球大小的蜘蛛，恶向胆边生的你一斧头砍在了蜘蛛复眼上，打出僵直，紧接着升龙加钩索打出一套浮空百裂卡塞 K， 且随疾风前行，身后一须流星，狠狠装了一波的你这才感到腹中饥饿，拿起蜘蛛掂了掂，可能有10斤重，去掉外壳和内脏至少也有5斤肉。芜湖起飞，叮！恭喜你杀死了一记守护者，高等超凡生命炼狱魔蛛，你所在的文明达成唯一里程碑，第9纪元第1猎杀者，解锁条件：第一个杀死高等超凡生命的文明，获得唯一里程碑奖励。储物空间，空间大小依照你的个人能力而定。紧接着巨大能量灌进你的脑海中，你感觉脑海中热热的胀胀的，直到过了2个小时，你浑身一个机灵才放松下来。呼，你擦了下额头的冷汗，挥手间开辟出储物空间，看起来有个1立方，还不错。把蜘蛛尸体拿起来看了看，这小玩意儿就是高等超凡生命，会这么屌？炼狱魔蛛幼崽尸体，刚出生1天的他就被一名不讲武德的生物偷袭致死，结束了他可能辉煌的一生。你随手把蜘蛛尸体丢进储物空间，开始探索起遗迹内部，其中几个房间摆放着如同电脑的机器，还有一个房间中密密麻麻放满了超算主机一样的东西，在底层是一间档案室，用无酸纸制作的档案文件正在破译该文明的文字，进度 0.1%。 再往下走是一扇扇厚实的玻璃，不强行破坏门窗的话无法进入，没有幸存者，也没有食物，这里居然是个数据中心。你不禁脑补到几千年后，某个庞大的异族文明找到了这个遗迹，然后和成千上万的巨型蜘蛛大战一场后，终于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数据中心，指挥官欣喜若狂，最后靠着这些资料再爆发一波文明科技。但对于我来说，但凡这些电脑有一点用处，也不至于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不过这个数据中心是个好地方，可以当做避难所，至少比露宿野外要安全得多。于是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昨日的定居点，把捡到的破烂和木炭一股脑的收进储物空间，在天黑前终于是赶回数据中心，这时才有空把蜘蛛尸体拿出解剖。一头蜘蛛分解出3份有用材料，炼狱魔蛛的肉5斤，超凡生命的血肉蕴含着大量能量，炼狱魔蛛的毒液血内含凶悍的神经毒素，炼狱魔蛛的背部花纹拥有微妙的精神震慑效果。至于剩下的一些内脏残渣，你打算明天拿去钓鱼试试。生火烤了2根蜘蛛腿食用，味道竟然出奇的好，蛋白质少说也有牛肉的6倍。丁，开启生物属性体系，具有数据观察能力后，上位生物可观察下位生物的各项属性，这是神明又更新新功能了。你心神一凝，果然出现了自己的属性面板，但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看见加点的地方，很显然并不是我独有的功能。我的超凡等级是1级，应该是先天超能力者自带的等级。至于怎么提升超凡等级，我的开拓者之眼正在破译这个文明的文字，只要破译之后，我就可以学习这个文明的超凡力量。顿时你的心头一阵火热，算了，今日先睡，明天再说。第2天一早，你先是将炼狱魔蛛的背部花纹粘在自己衣服上面，然后享用完蜘蛛腿后，就开启了自己垃圾佬的一天。一整个白天都在城市废墟中搜寻物资，利用开拓者之眼，不多时你就找到了一个行李箱，里面装着臭烘烘的东西，疑似是衣服的残留物，空间很大，是个很好的容器。然后又捡到了1根10米长的绳子，以及一把沉甸甸的斧头，做工非常精良，这下之前的蛇鳞斧头也可以淘汰了。最后在一处坍塌的房子里捡到了个完整的工具箱，虽然里面的工具全部生锈，但幸好有一块磨刀石，稍微磨一磨，剪刀之类的工具还能用。对于今天的大丰收，你可谓是心满意足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还遇到一条跛脚的老狼。盘古灰狼，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野生动物，超凡等级0级。这是一头因为衰老被族群赶出去的老年狼，因为疾病与饥饿，早就双腿发软，活不了几天。老狼看到你走来，吓得趔趄了一下，你这才注意到他瞎了的左眼中全是黄色的脓水，隐隐有寄生虫在蠕动。你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，犹豫了一下，丢了一部分蜘蛛内脏给他，就转身离去。回到避难所的你，打算先制作捕鱼陷阱，拿出今天捡到的行李箱掏了个洞，再把蜘蛛内脏当作鱼饵丢进箱子，最后再把捕鱼陷阱沉进水底即可。希望明天会有个好收获。回家的路上发现那头老狼已经离开，地上的蜘蛛内脏也已经消失。哥们，祝你好运，也祝我自己好运。精疲力尽的你回家没多久就睡着了。新的一天，你迫不及待的前去查看捕鱼陷阱，路上捡了不少上纪元的破烂，运气爆棚的发现一个铁盒，铁盒子里放置着一个玻璃瓶，一种内含微量超凡元素的药物，能够通过增强免疫系统的方式治疗大部分的细菌感染。虽然早就过了保质期，但因为严谨的包装，或许还有不错的效果。哈哈哈，至少是个 SSR 级别的宝藏。莫非是昨天喂了狼，今天人品大爆发了？你狂喜的收起了药品，刚来到捕鱼陷阱处，就看见箱子在微微震动，肯定出货了。你先是观察了下周围环境，发现了昨天那头老狼正躲在草丛里。你看着他缓缓从草丛中走出，似乎没什么敌意，你没去管他，自顾自的把捕鱼箱的盖子打开。好家伙，大大小小足足10几条鱼在活蹦乱跳，给老狼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。你随手丢了最小的鱼给老狼，然后现场解剖了一条大鱼，把内脏重新装回箱子，还丢了一部分内脏到湖里打窝，希望明天又是一场大丰收。老狼看见你把内脏丢湖里，不由大受震撼，急得2只爪子刨着地面。你怎么能浪费食物？给我吃啊，求求了。于是你又丢了一条鱼过去，老狼看见
见后尾部都快摇成螺旋桨，开心的汪汪叫了2声，你忍不住被逗乐了，拿出今天找到的药品，打算拿老狼做下实验。死了不能怪我，活了算你好运。你取了一片药塞到鱼的内脏中，丢给了老狼。老狼一副饿死鬼投胎似的2口吃完。做完这些事后，你打算回家料理这些大鱼，尝试做一顿烤鱼试试。路上你发现老狼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，一看他就摇摇尾巴，表示自己没有敌意。你思考再三，并没有打算驱赶走他，因为你实在太孤单了，已经自言自语3天了，只有来个妹子才可以排解你的孤独，但妹子只能存在于幻想中。现如今养条狗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回到避难所后，先是砍下鱼头煲一锅鱼头汤，然后把鱼片放在铁板上做烤鱼。片刻后，食物的香气飘出，太香了。老狼在门口急得转圈也不敢进来。你又特意煮了2条鱼端了出去。他闻了闻这盆温热的食物，面露疑惑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怎么那么像泔水？尝试的舔了2口，唯一的独眼中露出震惊的神色，太好吃了！天知道这只狼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表情。你不由得感到一阵好笑。看着毛茸茸的狗头，你缓缓地伸出邪恶的双手。文明大逃杀开始，无数种族降临盘古大陆，厮杀至最后一族才可延续文明。就在其他种族还在安全区内不知所措时，你已孤身一人探索盘古大陆，只因传送时系统出现 bug， 导致你被单独遗弃在外，没有安全区，更没有同类。而安全区和盘古大陆时间比例却是1比100，可能你的父母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就已经垂垂老矣。此时你正带着老狼狩猎火蜥蜴，不曾想老狼却被火蜥蜴一头撞飞数米开外。伴随着老狼凄厉的叫声，这只巨兽一头跌进陷阱里面，几根尖锐的长毛刺入它的腹中。一头受了伤并且中了毒的蜥蜴类超凡生命，其腹部伤势严重，但它的生命力依然旺盛，这种伤势还杀不死它。你又看了一眼一动不动的老狼，此刻你已经是极度愤怒的状态，怒火焚身。你抄起巨斧，纵身一跃，恶狠狠地朝着火蜥蜴眼球部位砍去。疼痛交加的巨兽对着你喷出火焰，幸好你及时躲进异空间中，只是一条手臂被烤熟了而已。之后你利用异空间反复和火蜥蜴进行拉扯，期间你们的伤势都不断加重，频繁使用异空间更是使你大脑剧痛。此时无疑是双方意志力上的比拼。另一边老狼用前腿扒拉着身体来到了洞口。好兄弟，你还没死啊？既然你都没死，那我也不能死。你凶狠的目光再次落在火蜥蜴身上。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你一个诺克萨斯断头台劈瞎了火蜥蜴仅存的独眼，而他企图再次喷火，却什么也没有喷出，他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。火蜥蜴开始恐惧你这个渺小的敌人，颤抖的转身逃跑。你逃得掉吗？一直追逐至次日黎明，你终于将他杀死。哈哈哈哈！看着巨兽的尸体，你放声大笑，痛快！他的身上涌出点点萤火，是超凡火种。你连忙伸手去触摸着莹莹之火，火焰顺着你的手臂流进身体。叮！恭喜你获得唯一里程碑——跨境界猎杀者。你是第9纪元第一个跨越5个超凡等级，单独猎杀超凡生命的智慧生物，奖励永恒身躯。你还没来得及看完提示就昏倒过去。次日中午，伴随着剧烈疼痛，你从昏迷中醒来。几只母狼在不远处不停地舔你，没吃掉主人还挺好的，谢谢你们守护我。你赶忙吃了2块蜘蛛肉干补充能量。嗷呜嗷呜！此时老狼一瘸一拐地爬到现场，一匹肋骨断了2根的老年盘古灰狼。你赶紧让老狼趴下，又从储物空间中取了些食物和水给狼群喂食。这时你才有空看永恒身躯的介绍。永恒身躯大幅提升个人寿命，获得少量肢体再生能力，个人能力值长久保持巅峰状态，在寿命结束前不会衰老。卧槽，这么牛逼，岂不是说我可以永远一柱擎天了？阿西吧，可是这里没有妹妹，只有母狼啊。冷静点。此时你注意到火蜥蜴的洞穴中一抹浓郁的金色，来到火蜥蜴的巢穴，里面堆满了各种火蜥蜴捡来的垃圾以及大便，汤臭，随处可见的发亮石头和金属，每一块都有好几吨重。被火蜥蜴咬过的钢锭，被火蜥蜴舔过的铝合金。好家伙，一个垃圾佬就这样爆了另一个垃圾佬的金币。此刻你兴奋到了极点，得到了数十吨的金属垃圾，你恨不得马上躺在上面。呼，你打算先找点有用的拿去改善生活。萤石，一种含氟矿石，这个东西好像可以用来做牙膏。磷灰石，一种含磷矿石，这个不知道能干嘛用。钙油云母，在紫外光照射下发出绿色荧光，具有较高放射性，极小概率产生良性变异，各类癌症概率提高1000%。卧槽，这玩意儿不能碰！继续向着洞穴深处探索。一个奇怪的机器映入眼帘，文明辅助管理装置，可用于检测本文明各项人力资源数据，同时兼带远程联络功能。不过因为火蜥蜴的长期把玩，导致这一装置损坏了一部分功能。你顿时狂喜，莫非这个东西可以联系到人类文明？哪怕肉体回不去，能给家里打个电话也是极好。你尝试性的按下机器按钮，机器滋滋了几声，但没有反应。喇叭好像坏了，你试探的对着机器大声吼道：“为人类文明听得到吗？联系人类文明，喂喂喂！”但等了老半天，机器屏幕还是没有亮起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。此时天海市中，虽然才穿越盘古大陆短短1天，但早就足够社会大乱了。每个市民脑海中都出现了一个确认撤销安全区的神秘按钮，只要投票人数超过50%，那么安全区就会永久撤销。投票权的出现让网友们欣喜若狂，很快就有一些乐子人按下了按钮。唯恐天下不乱的自媒体开始捏造故事，神明存在的证明已经出现，无信仰者终将淘汰。一些小黑子成立了拜哥哥神教，觉得自己皈依了哥哥就能受到哥哥的庇护。一些群众干脆跑到超市零元购，还有人想着趁临死前好好爽一把，于是偷偷撬开了女房东的大门。此时天海市的一把手高启强正被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，他的面前也正是一台文明辅助装置。此时17个人类文明分支正在交流信息，第15文明分支提供了一张照片，图片上是一团疑似腐烂人头的乌云正在注视着安全
全区，大约注视了12天后才离开。还一个文明提供的照片是一团蒲公英一样的东西，该神秘蒲公英具有极强的传染性，外界的犬类、猴类生物一旦粘上就会马上变异，变异后具有类似僵尸的特征。怪兽之类的存在还可以用热武器解决，但这些传染性的东西又怎么解决？丁发现第8纪元文明，美达文明对人类文明发起了联络请求，是否接受？突然弹出的画面着实出乎了众人的意料。第8纪元的文明，外星文明竟然联络我们了。最终经过各文明高层的讨论后选择了接受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屏幕中竟然弹出一张人类男性的面孔，男人全身都是血，似乎刚经历过一场血战。这啥玩意儿啊？文明辅助管理器，为人类文明听得到吗？联系人类文明，喂，这下不仅天海市的专家团队，就连其他16个城市的人也是目瞪口呆。即便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汉语，但至少也知道这他妈好像是个人类。该人类周边环境应该是个山洞，非常阴暗也非常肮脏，到处都是粪便一样的东西。怎么屏幕不亮？我操啊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宝贝还是坏的，妈的臭死了！该死的火蜥蜴，干嘛直接把屎拉在家里？臭的鸭皮！此时天海市专家团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这家伙是谁？美达文明的公民，还会说汉语？我大东国什么时候统一盘古大陆了？文明大逃杀开始，无数种族降临盘古大陆，厮杀至最后一族才可延续文明。就在其他种族还在安全区内不知所措时，你以孤身一人探索盘古大陆，只因传送时系统出现 bug， 导致你被单独遗弃在外，没有安全区，更没有同类。而安全区和盘古大陆时间比例却是1比100，可能你的父母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就已经垂垂老矣。此时天空中下起鹅毛大雪，你看着远方200米高的巨型玉米祖宗，不禁流出了口水。中等超凡植物玉蜀黍，至少成长了1000年的巨大玉米，其果实与种子蕴含丰富的营养成分。在玉米树下的树洞里正沉睡着一只巨熊，强壮的盘古灰熊因长期食用玉米，进化出超凡天赋，能力怪力术，短期内大幅提升力量。这头熊的超凡等级和你的差不多，因此你并不想和它死磕。喂，狼哥，你去引开它，我趁机去偷点玉米，完事了咱俩5-5分账。你对着老狼制定着作战方案，而老狼早已感知到了危险，腿脚发软，几欲先走。瞧你那怂样，1级超凡生物而已。你拍了拍他的屁股，催促老狼快点上。老狼捂着眼不肯上去。突然，既然老狼指望不上你，便打算自己去偷一点。嘱咐好老狼在周围警戒后，你悄悄摸到了巨熊睡觉的地方，听着巨大的鼾声，偷摸着爬上了玉米树。好家伙，近看了才发现每根玉米都有半米长，好几十斤重。刚掰下几个玉米棒子塞进储物空间，只听一声，感知到危险的巨熊从昏睡中醒来，看着偷玉米的你，顿时暴跳如雷，打算爬上大树拍死你这小偷。老狼在远处心虚的叫着，也不知道是他嗓门坏了还是怎么的，一点吸引火力的作用都没有。你是真狗啊你！汪，你就说我叫没叫吧，狗东西果然靠不住。你轻骂了一声就跳下树来，兄弟有话好说，我没偷你东西，一点都没有。你一只手高举着盾牌恐吓对方，同时一步一步后退。巨熊看着你盾牌上的图案有些惊恐，回头看了看玉米树，又看了看你，总感觉玉米是不是少了一些，但看你手中好像又没有玉米。我没有偷，真没有。你再次大声狡辩。巨熊猛地拍了下雪地，熊没那么好骗，拿命来吧小子。在巨熊即将攻击时，你脑海里的超凡火种微微一跳，散发出自己的气势，同时掏出了卓越级的匕首，正是之前完成工匠里程碑所开出的奖励。哟，换新武器了呀？那旧的呢？旧的撇了。你再上前我就不得不吃熊掌了，别怪我没警告你。巨熊感知到匕首的危险后一脸警惕，此时2只小熊不合时宜的出现，傻乎乎的看着你。母熊赶紧用身体护住两熊，竟然还有2个小熊崽。你单手变出一只大鱼，母熊直接原地愣住，这鱼是哪来的？你大手一挥便丢进了母熊嘴里，反手又掏出了2个蛋黄派，这是你用鸟蛋和火蜥蜴的肉以及淀粉自己做的，老狼他们巨爱吃，反手丢给2个熊崽子。小熊闻到了味道赶紧去抢，母熊怒吼一声，直接把2个孩子拍飞。妈妈没跟你们说过，陌生人丢过来的东西要先给妈妈吃？再一抬头发现你这该死的家伙已经消失不见。嘿嘿，玉米到手了，看到了吧？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今天打好关系，明天不偷不抢也能吃到玉米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你不断的教导着老狼。老狼虽然一句也听不懂，但他更加崇拜英明神武的你，居然能把那头大母熊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接下来你来到了毒蜂王的地盘，变异玉米到手了，那就再来点变异蜂蜜。这群可怕的蜜蜂和大 boss 食人花是半生关系，由于长久的采蜜得到了飞速的进化，每一只蜜蜂都有拳头大小，但幸好蜜蜂再怎么进化也不是恒温动物，一到冬天就躲在老巢抱团取暖。那老巢也是大的惊人，简直就是一栋用蜂蜡制造的房子，你一靠近便有蜜蜂飞出来驱赶，一远离这些蜜蜂又飞回去抱团取暖。难搞，他们是怎么察觉到我的？你看着一部分埋在雪里的蜂巢灵机一动，拿出铲子在厚厚的雪地底下挖了一条暗道，握着匕首对着蜂巢底部插了一刀，带出一手蜡黄色的汁水，尝了一口，并不是蜂蜜，可能是某个蜜蜂的卵被捅破了。你干脆伸手把樱桃大小的卵掏出来塞到老狼嘴里，老狼开心的手舞足蹈想要嚎叫，你赶紧捏住了狼嘴，嘘，别狗叫，你先回去，我搞几个卵再走。你连忙装了一瓶子的蜂卵以及一大桶蜂蜜，之后便用
用蜂蜡封好伤口后退出暗道。今天的收获可谓是非常丰厚，不过你还是有点不满足，你想要食人花的果实，高等超凡植株巨型食人花，一颗至少成长了1000年时光的巨型超凡植株，经过美达文明的精心培养，才茁壮成长到了现在。因为当前环境温度较低，该食人花处于半休眠状态，对外界生物的捕食力度大幅减少。如果冬天过去就没有机会了，哪怕我升到了2级或者3级，估计也打不过食人花。你打算接着挖地道，说不定可以瞒过他。于是你吩咐了一下老狼，狼哥你先回去吃鱼，我要干一票大的，今天不回家吃饭。老狼得到指令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食人花的领地足足有1公里，所以你至少要挖1公里的雪地隧道。接下来的几天你白天睡觉，晚上挖土，饿了就吃点蜂蜜。随着地道越深入，脑袋就越晕。突然脑海中的超凡火种猛地一跳，你才警觉到不对劲，赶紧躲进异空间中。状态：低温症，花粉中毒。你连忙用超凡火种清理身体里的毒素，没想到冬天里少量漂浮的花粉就差点把我弄死了。如果是春天，怕不是要原地升天。之后你又挖了1周，终于抵达目的地。你观察了半天，选中了一条树枝，于是你把绳子绑在匕首尾部，盯着树枝根部丢出飞刀，再用绳子收回飞刀。费了半天的功夫，终于砍断了那根树枝，连带树枝上一大片的果实都砸在了你面前。终于成功了，你赶紧把掉落在地上的果实和花骨朵收集起来，足足有42颗，哈哈哈！回家吃果子喽。老狼隔着1公里便听到了你的脚步声，一头冲进你的怀里。本来他还以为主人已经死了，正打算继承你的遗产，没想到主人再一次复活，这高兴劲儿可不是装出来的。咱哥俩今天吃一顿好的。你看着老狼眉飞色舞道。此时另一边的天海市的研究中心内，一群研究人员正在讨论里程碑奖励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天海市完成了稳定社会的里程碑，奖励1株变异水稻和变异大桃树。变异水稻成长速度是普通水稻的2倍，营养更是牛肉的6倍。一旦推广开来，粮食问题就能彻底的解决。但更关键的是那棵桃树，这一棵桃树的珍贵程度比水稻高了100倍。最大的那颗桃子可是劣等级的天然奇物，就像传说中的千年蟠桃一样，光是气味就让一只濒死的蚂蚁多活了很长时间。可惜数量只有1个。对了，黑豆那边有动静了吗？张教授，黑豆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。一名女研究员弱弱的说道。要知道，在这种冰天雪地且充满危险的大陆，10几天没回家的话，下场只有1个。众人纷纷沉默。诸位朋友们，黑豆先生作为人类的开荒功臣，就这样突然去世，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损失。我提议我们全体为他默哀3分钟。众人忽然间有些泪目。天海市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，结果这位提供信息的人类先驱者就突然暴毙，为人类捐躯了。安全区的3天放在盘古大陆就是300天啊！这种白云苍居、世事无常的感觉，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无能为力的震撼感。各位，为我们的功臣默哀吧！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。文明大逃杀开始后，人类文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举办葬礼。只因在这种冰天雪地且充满危险的盘古大陆，10几天没回家的你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诸位朋友们，黑豆先生作为人类的开荒功臣，就这样突然去世，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损失。我提议我们全体为他默哀3分钟。众人忽然间有些泪目。天海市的美好未来才刚刚开始，结果这位提供信息的人类先驱者就突然暴毙，为人类捐躯了。安全区的3天放在盘古大陆就是300天啊！这种白云苍居、世事无常的感觉，让他们感到了一种无能为力的震撼感。各位，为我们的功臣默哀吧！就在全人类为你的离去而感到悲伤时，你却突然出现。原来你用这10几天时间挖了条雪底暗道，趁着大 boss 食人花休眠期间偷了些超凡果实，不曾想被镜头前的人类文明所误解。太好了，黑豆先生还没有死，但他那边的屏幕和喇叭还是坏的，我们要想办法联系上他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，诧异的看了眼文明辅助装置，是幻听了吗？怎么有哥哥的声音？只见机器过了10几分钟又响一声，你顿时瞳孔巨震，没错，就是哥哥。难道人类文明真的联系上我了？你反手抽了自己一巴掌，妈的好痛，果然不是做梦。于是你又下意识的开始思考，独居的这段时间里，你除了倒了几十管外，并没有什么不雅的动作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不知道你那边是谁联系上我，想必是人类高层吧？如果可以联系上我爸妈的话，麻烦替我报个平安。机器再次了一声表示答应。既然如此，作为回报，我给你们讲讲我所知道的信息。文明大逃杀初期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超凡火种，它可以全方位的增强人类的体质与寿命。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可传播性，能够尽早让所有人开启超凡之路，从而提升文明整体的实力水平。听闻此话，17个人类城市顿时炸开了锅。这就是联络上黑豆的好处，仅仅是一点只言片语都是重大的情报。天海市内，快在数据库里找找，有没有谁上报了这一能力？一位上校脸上顿时洋溢着笑容，不用找了，就在3天前，我底下7连的一个小伙子觉醒了这个能力，那还不快赶紧把他保护起来？同时，其他有超凡火种的苗子也找一找。我看文明辅助装置上写着我们有3名超凡火种。阿三城内，大祭司走到群众面前，又唱又跳。超凡火种是因陀罗的恩赐，它是一团神奇的火苗。神明的孩子，不要再藏着了，快为因陀罗奉献你的一切。只见一位面黄肌瘦的孩子茫然地从地上站起，而他便是超凡火种的拥有者。纽约市内，什么超凡火种能提高寿命？快点放出消息，只要拥有超能力者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超级英雄，给予他们高人一等的待遇，让那些贱民好好舔他们。尽快把有超凡火种的人给我调出来。东京城内，8个超凡火种怎么死了？此时一大群军官和
领导正围着一个学生的尸体。原来就在1个小时前，东京城的文明辅助装置上，超凡火种的数量从1跳到了0。怎么死的？告诉我！肛门偏左激动地抓着下属的领子，直接把对方拎了起来。这位学生由于长期遭受校园暴力，已经患有抑郁症，刚刚又受到不良少年的欺辱，所以跳楼自杀了。有人看见有小火苗从他的尸体中窜了出来，大约1分钟后消失。此时不管是军官还是领导，均是小脸煞白，他们的超凡火种无了。接下来你对着坏掉的屏幕召唤出超凡火种，这个便是美达文明研究出的莲花点燃法。你们只需要幻化出1朵莲花，然后把其中1片花瓣导入普通人的体内，即可完成1次传火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我只能画出1片花瓣。一名士兵看着视频唉声叹气。少说废话，多做事！全连的兄弟们都指望你传火了。一旁的连长毫不客气地骂道：“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今天先到此为止，有空了我再来聊。”吃完饭后，你打算翻一下美达文明的档案室，看是否能给人类文明提供一些帮助。无法理解的神秘现象：绝密档案10086号，大规模连环失踪事件，城市边缘不断有人失踪，疑似是外界未知超能力的干涉，最终失踪人口在44人。下面是第1位失踪人发布的帖子：大家好，我是城市周边的一位农场主，为各位提供粮食。我发现一部分的土壤正在渗出红色的液体，就像血液一样，形成了一个小血坑。在我们圈内有一种不对外公开的行话，叫做生计，只要买点畜生埋进去，满足这一片土地，来年的收成就会额外的好。这也是行内公认的常识。最近需要生计的血坑是越来越多了，要是不生计，这些坑会变大。你读到了这里皱起来眉头，反复确认了几遍，确实是绝密档案，而不是什么民间小故事。总而言之，我买了一些肉，丢进红色的小坑当中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一团肉慢慢变成了我的脸，紧跟着是一张被处理过的照片。看着照片，你顿时头皮发麻，冷汗直冒。后续的文字是由调查员添加上去的。事后调查，该发帖人被发现埋在了土坑里，神情动作与该照片完全一致。与此同时，见到该照片的43位论坛坛友全部被埋在附近的土壤中。根据监控显示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给活埋了。其中一位拥有2级超凡火种者抵抗住了这种恐惧，才幸免于难。事后分析，该未知能力疑似通过照片传播，并拥有精神操控的能力，让农场主发表了该帖子。后续处理方式，该农场土壤全部用高温灼烧，并用混凝土盖浇，严厉禁止生计现象。照片原件已销毁，其余复印件经过处理后不具有传播能力。看来盘古大陆的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，安全区好像也不是绝对安全。除了此案外，还有猫脸老太太案件、死而复生案件、下水道巨鼠案件等，看得你心里毛毛的。好在这些诡异事件大都发生在第8纪元中后期，前期的几乎没有。看完这些档案后，你困得一批，钻到睡袋里沉沉睡去。新的一天，老狼一反常态。喊你来到一处高坡上，你惊讶地发现，曾经的火蜥蜴峡谷内多了一片灰蒙蒙的雾气，同时伴有一股腐烂的臭味。你的第6感告诉你十分危险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那只驴头怪搞出来的瘴气。你隐约能看到瘴气中有个人形生物正站在火蜥蜴的骸骨上做着什么。从沉睡中初步苏醒的腐化堕落生物，疑似是魔的一种，遇到他们的文明大都灭亡了，只有极为强大的文明才能幸存下来。幸运的是，这个魔只是初步苏醒，当前的实力也不算太强，其余情报未知。魔又是什么东西？只见那人形生物整个脑袋转了180度看向了你，对视的瞬间，一股极端的恐惧顺着你的尾椎骨直窜天灵盖。他在对我笑。